大家好，这里是文澜小屋。本期我们介绍的是 Avinash Dixit 和 Barry Mailboff 的策略思维、商界、政界及日常生活中的策略竞争。作者 Dixit 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Mailboff 任教于耶鲁大学管理学院。这两位都是博弈论 Game Theory 领域的顶尖学者。他们在这个领域的最大贡献是将深奥复杂的数学模型翻译成了商界领袖和普通人都能直接运用的决策工具。策略思维这本书是一部关于在互动环境中如何制定最优策略的实战指南。它直击了一个核心痛点：在现实世界中，你的收益不仅取决于你的选择，更取决于你的对手会如何行动。这本书系统地教你如何预判他人的预判，如何通过承诺和威胁改变局势，以及如何避免两败俱伤的僵局。它拨开了人际互动和商业竞争表面的伪装，让你直接看清背后的真实规律。现在，让我们翻开这本书，看看如何在复杂的现实博弈中看透规则，打破僵局，并最终掌控全局。商业竞争与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互动都有一个明确的先后顺序：你出招，对手接招，你再根据对手的反应做出下一步应对。这种参与者轮流做出决定的模式被称为序贯博弈 （Sequential Move Games）。在序贯博弈中，很多决策者常常犯一个错误，他们习惯于沿着时间线顺向思考。他们会盘算，如果我走这一步，对手可能会走那一步，然后在一层层的假设中迷失方向，最终凭借直觉盲目拍板。想要跳出这个误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向前展望，向后推理 Look forward and reason backward。 你不能从眼前的第一步开始推算，而是必须把目光直接投射到这场博弈的终局。你需要画出一棵包含所有可能路径的博弈树，直接站到最后一个分支的尽头。在这个最终节点上，最后出招的那个人将面临别无选择的局面，他一定会做出对自己当下利益最大化的动作。当你确定了他的最终选择后，这个分支的其他可能性就可以被彻底砍掉。接着，你带着这个必然的结果退回到倒数第二步，站在倒数第二个出招者的立场上，根据那个确定的结局来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行动。通过这样一步步从终点向起点的倒推，整条复杂的决策路径就会变得如同单行道一样清晰。比如，当一家新兴企业准备挑战行业垄断者的地位，新兴企业面临进入或不进入的选择，垄断者则面临发起价格战或容忍对方瓜分利润的应对。如果顺向思考，新兴企业会害怕垄断者发起毁灭性的价格战而放弃进入，但运用向后推理，新兴企业必须先站在垄断者的终局节点上考量。一旦新兴企业已经进入市场，垄断者如果打价格战，双方都会损失惨重；如果容忍，垄断者虽然失去部分份额，但依然能保持正向利润。对于理性的垄断者而言，既成事实下的最优解只能是容忍。新兴企业确认了这个终局反应后，倒推回自己的初始节点，那个看似危险的进入选项就成了可以带来确定利润的最优解。这就是向后推理的威力，它通过锁定未来的必然反应，剥除了当下的决策恐惧。并非所有的竞争都允许你观察对手的动作后再做反应。在更多时候，双方必须在完全不知道对方底牌的情况下同时做出决定。这种没有先后之分、信息不对称的互动被称为同时博弈 （Simultaneous Move Games）。面对未知的盲盒，决策者需要寻找自己的优势策略 （Dominant Strategy）。所谓优势策略，就是无论你的竞争对手采取什么行动，这个策略带给你的回报总是优于其他任何选项。如果你手里握有优势策略，决策就变得极其简单，无视对手的动作，直接打出这张牌。但在现实中，绝对的优势策略非常罕见，这就需要动用第二条法则，
寻找并剔除劣势策略 （dominated strategy）。劣势策略是指无论对手怎么做，这个选项带给你的结果总是比另一个选项差。只要发现了劣势策略，就立刻把它从备选清单中彻底划掉。上世纪80年代，《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这两大巨头，每周都必须在周四晚上各自敲定下一期的封面。他们无法提前知道对方的选择。假设这周有2个重大新闻，一个是严肃的国际政治危机，另一个是受众更广的流行文化事件。由于《时代周刊》的历史积淀，它的订阅用户基数更大。如果2家杂志选择了同一个封面题材，《时代周刊》能拿走 60% 的零售销量，《新闻周刊》只能拿到 40%。如果2家选择不同的封面，他们将各自垄断对该题材感兴趣的读者。新闻周刊的编辑发现，如果去硬碰硬选择流行文化封面，由于基数劣势，销量会被时代周刊压制。如果选择国际政治封面，避开正面冲突，销量反而能得到保障。通过排列不同组合的收益矩阵，新闻周刊发现选择国际政治封面在任何情况下都比死磕流行文化封面的回报更低。这个选项就是一个标准的劣势策略。一旦新闻周刊的决策者划掉了这个劣势策略，他们的行动方向就锁定了。同时，时代周刊的编辑通过换位思考，也能推算出新闻周刊必然会放弃劣势策略。基于这个确定的前提，时代周刊顺理成章地选择了流行文化封面，以实现利益最大化。通过不断剔除劣势策略，原本充满猜测与不确定性的复杂迷局，最终会坍缩成一个清晰的单项选择。当参与者都没有绝对的优势策略，同时所有的劣势策略也都被剔除干净后，局面最终会停留在哪里？这引出了博弈论中最核心的静止点——纳什均衡 （Nash equilibrium）。这个概念由数学家 John Nash 提出，他描述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在这个策略组合里，给定其他人的选择，你当下的选择就是最优解。没有人有动力去单方面改变自己的策略，因为任何单方面的偏离都会导致利润受损。理解内势均衡，就能解释商业世界里大量看似不合理的扎堆现象。假设有一片长达1公里的沙滩，上面均匀分布着想要买冰淇淋的游客。有2个卖冰淇淋的商贩准备在沙滩上摆摊。为了让游客少走路，同时也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最合理的布局似乎是商贩甲站在1/4处，商贩乙站在3/4处，这样2人刚好各自分享一半的客流。但这并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商贩甲很快会发现，如果他向海滩的中心点移动一步，走到2/4的位置，他不仅能保住左边的所有客流，还能从商贩乙的地盘里抢走中间那一小部分嫌远的游客。商贩乙同样不傻，为了抢回客流，他也必定会向海滩的中心点移动。在这场不断互相靠拢的推演中，2个人移动的脚步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会彻底停止，那就是他们2人背靠背，准确无误地站在这片沙滩的正中心。在这个中心点上，依然是各自占据一半的客流。如果任何一个人向外撤退后一步，他面对中心那一侧的客流就会被对手瞬间吞噬。在这个正中心的位置，给定对方不动的条件，没有任何一方愿意单方面挪动脚步。这就是一个完美的奈氏均衡点。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现实的城市街道上，麦当劳的旁边总会开着一家肯德基，2家加油站总是面对面建在同一个十字路口，甚至政治竞选中的不同阵营最终发表的竞选纲领也会越来越趋向于中间路线。当每个参与者都在独立计算如何让自己的收益最大化时，大家最终往往会不约而同地挤到同一个位置。一旦形成这种局面，没有任何人有动力去主动做出改变，状态也就随之停滞。在商业决策中，哪怕所有的推演都完美无瑕，参与者也常常会撞上一堵无形的墙。
当每个人都凭借绝对的理性去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推导出的最终结局反而对所有人都是最坏的。这被称为囚徒困境 （Prisoner's Dilemma）。1971年之前的美国烟草市场完美地展现了这种理性的死局。当时 Morris 和 Reynolds 等烟草巨头每年在电视广告上投入数千万美元。每一家公司都清楚，如果全行业停止打广告，大家都能省下巨额开支，利润会大幅增加。但没有一家公司敢单方面停止广告投放，因为率先停掉广告的公司，其市场份额会立刻被竞争对手无情吞噬。只要对手还在打广告，自己就必须跟进。当所有人都投入巨资打广告时，广告的拉动效应就会相互抵消，庞大的营销预算仅仅维持了原有的市场份额。烟草巨头们深陷在无休止的消耗战中，谁也无法独自停下脚步。1971年，美国国会正式颁布法令，全面禁止在电视和广播上播放香烟广告。在公众面前，烟草公司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动用庞大的游说团队试图阻止法案通过。但在财务报表上，禁令生效后的那一年，各大烟草公司的利润率出现了惊人的跃升。外部的法律禁令强制全行业停止了电视营销，反而帮他们切断了互相消耗的链条，实现了他们自身无法达成的停火协议。企业在多数时候无法指望外部力量来解除竞争僵局。要在现有的死局中寻找生机，参与者必须运用策略行动 （strategic moves）。常规的决策是在既定的选项中挑选最优解，而策略行动是直接去改变游戏规则。它的运作方式是通过向对手释放清晰的信号，强行改变对手对你未来行动的预期。一旦对手的预期被重塑，他们根据自身利益做出的应对方案也会随之改变，原本锁死的困境也就因此被瓦解。落实一项策略行动需要一套特定的工具。博弈论将这些工具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承诺 commitment， 另一类是威胁与保证 threats and promises。 承诺是一种无条件的行动，它要求你必须率先采取实质性的动作，将自己牢牢锁定在某一条路径上，并且让对手清楚地看到你已经没有其他选择。1519年的墨西哥海岸，西班牙探险家 Hernán Cortés 率领少量士兵登陆，准备征服庞大的阿兹特克帝国。为了彻底打消士兵们遇到强敌时退缩的念头， Cortés 下令烧毁了自己所有的船只。这种自断退路的破坏性动作就是一个绝对的承诺。当士兵们看到海面上燃烧的船骸时，他们确信除了死战到底，已经没有任何退路。这种破釜沉舟的姿态极大地震慑了对手。阿兹特克人面对一支毫无退路的军队，不得不重新评估交战的代价。在现代商业运作中，威胁与保证则是带有条件的响应规则。威胁的规则是，如果你采取了我不希望看到的行动，我一定会施加惩罚。保证的规则是，如果你采取了我希望看到的行动，我一定会给予回报。例如，一家在特定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制造企业，为了阻止新的竞争者进入市场，会公开宣布，只要有新品牌进入，它就会把该品类的全线产品价格削减 50%。这家企业发出这种威胁的目的，绝不是为了真的去打一场毁灭利润的价格战，而是为了改变潜在竞争者的财务预期。当竞争者在进入市场前进行向后推理时，如果他们相信这 50% 的降价一定会发生，原本盈利的商业计划就会变成亏损的无底洞。为了让这种带有条件的响应规则生效，企业必须在对手做出决定之前就清晰高调地确立这条规则。无论是自断退路的无条件承诺，还是设定红线的有条件威胁，本质上都是通过限制自己的自由来改变对手的决策轨迹。设定一条规则或者发出一项威胁，在口头上非常容易，难点在于
当触发条件真正发生时，执行这项威胁往往会严重损害你自己的利益。竞争对手在沙盘推演时很容易发现这一点，他们会认定你的警告只是一句虚张声势的空话，这就触及了策略行动面临的核心考验——可信度 （credibility）。缺乏可信度的威胁完全无法影响对手的行动。为了建立坚不可摧的可信度，企业通常需要借助外部力量来捆绑自己的双手。零售业中有个极其精妙的做法：最低价格保证 Meet the Competition Clause。我们在大型家电卖场或电商平台上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标语：如果您在其他地方发现更低的价格，我们承诺退还差价。在普通消费者看来，这是一种对自身利益的巨大保障，而在竞争对手眼中，这却是一项完美且不可撤销的报复性威胁。假设卖场甲和卖场乙的某款电视机定价都是5000元，卖场乙为了抢夺客流，打算将价格下调到4800元。在通常情况下，这200元的降价确实能吸引大量消费者转移阵地。但是，卖场甲已经把退还差价的条款公之于众。这项条款赋予了每一位消费者监督权和索赔权。一旦卖场乙降价，消费者就会拿着卖场乙的广告去要求卖场甲退款，这就迫使卖场甲的价格自动且迅速地下调到相同的4800元。卖场乙的管理层也会立刻发现，降价不仅抢不到卖场甲的客户，还会导致市场上所有该款电视机的利润凭空蒸发200元。卖场甲利用对消费者的公开承诺，把原本可能因为自身利益受损而产生犹豫的报复行动，变成了一项具有法律效力、由成千上万消费者自动执行的硬性契约。在这个机制下，卖场甲的报复威胁获得了100%的可信度。卖场乙预见到了价格战的徒劳，自然会放弃降价的举动。整个市场兵不血刃地维持住了高价和高利润状态。当你的行动完全可以被预测时，最完美的计划也会变成最大的破绽。一旦竞争对手摸清了你的出招规律，他们就会提前在终点等待你，从而彻底化解你的攻势。为了在对抗中保持主动权，决策者必须引入混合策略 （Mixed Strategy）。混合策略的核心是放弃固定不变的行动模式，通过引入精确计算过的随机性，让对手无法提前布防。上世纪80年代的女子网坛 Martina Navratilova 与 Chris Evert 的对决是展示这一策略的经典场景。Evert 拥有极其强悍的正手回球，但反手相对薄弱。面对这样的对手，一般的直觉是每次发球都应该死死盯住他的反手弱点。Navratilova 如果真的这么做， Evert 就会毫无顾忌地提前向反手位移动，把原本的弱点完全保护起来，发球的威胁就会瞬间归零。为了让攻击反手位的策略真正奏效， Navratilova 必须时不时地将球发向 Evert 最擅长的正手位。这种看似冒险的随机性迫使 Evert 必须在发球前保持居中的防守站位，不敢轻易向任何一侧提前移动。通过随机分配发球方向， Navratilova 成功撕开了对手的防线。这种刻意制造的不可预测性，同样是机构管理大规模风险的利器。美国国税局每年面对数千万份企业和个人的退税申报，以现有的审计人力，他们根本无法做到逐一核查。如果美国国税局对外公布一条清晰的固定红线，比如只重点审查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或者猎豹异常高额商业支出的账户，精明的逃税者就会精准地把自己的申报数据控制在红线之下，完美避开所有的审计程序。为了应对这种精准逃漏税，美国国税局在查税程序中引入了随机抽查机制。即使是一个收入极低、没有任何异常扣除额的普通工薪族，也面临着一个基于数学概率的抽查风险。逃税者永远无法确切知道自己是否会成为那个被随机抽中的倒霉蛋。
这种计算过的随机性不仅没有浪费审计资源，反而让整个社会的所有纳税人都感受到了一种无处不在的威慑力，从而以极低的成本维持了庞大税基的整体合规率。有些时候，为了逼迫对手让步，你需要发出极度严厉的威胁，但如果这个威胁的代价是同归于尽，对手就会轻易识破你的虚张声势，因为没有人会为了眼前的利益去扣动同归于尽的扳机。当直接的毁灭威胁失去效力时，博弈就进入了最危险的区域。参与者会动用边缘政策 brinkmanship 来进行极限施压。边缘政策不是直接跳下悬崖，而是故意走到悬崖边一片极其湿滑的斜坡上。你不再宣称我会主动跳下去，而是通过站在危险地带向对手传递一个信号：我可能会不小心滑倒，把我们两个一起拉进深渊。你交出了一部分控制权给偶然因素，创造出一种大家都无法完全把控的灾难风险。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将边缘政策的心理战展现到了极致。苏联在古巴部署了核导弹，直接威胁美国本土。美国总统 John Kennedy 不能直接下令发射核武器进行报复，因为那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这种直接的核威慑对苏联领导人 Nikita Khrushchev 来说缺乏足够的可信度。Kennedy 选择了极其克制却又极度危险的一步，他下令美国海军对古巴实施海上封锁。海上封锁本身不是战争，但它创造了一个摩擦极其剧烈的接触带。在这个封锁圈里，一艘苏联潜艇的违规上浮，或者一艘美国驱逐舰舰长对雷达信号的误判，都有可能走火交火，进而不可逆转地引发全面核战。Kennedy 故意创造了一个局势可能意外失控的斜坡，每天持续不断地推高意外开战的概率。面对这种完全不可控的灾难风险， Khrushchev 最终承受不住压力，下令搭载导弹的苏联货船掉头返航。这种制造失控风险的策略，在劳资谈判中同样司空见惯。工会要求提高待遇，如果管理层拒绝，工会就会宣布罢工。长时间的罢工会导致企业破产，工人的饭碗也会随之彻底砸掉，这是一个劳资双输的结局。工会发起罢工，并不是真的想把企业搞垮，他们是在利用边缘政策。随着罢工天数的增加，客户流失变成永久性的概率越来越大，企业资金链断裂的风险每天都在攀升。工会无法精准控制哪一天客户会彻底抛弃这家企业，但他们通过罢工，让破产的风险像悬在头顶的利剑一样不断摇晃。正是这种不断累积可能随时彻底失控的共同毁灭风险，最终迫使不愿妥协的管理层重新坐回谈判桌前，答应工会的加薪诉求。现实中的商业生态是一场没有明确终点的马拉松，企业与企业人与人之间会产生无数次的交集。这种长期的互动环境被称为重复博弈 （repeated games）。在重复博弈中，未来的阴影会深刻地改变今天的决策。上世纪80年代，政治学家 Robert Axelrod 举办了一场著名的计算机程序竞赛。他邀请全球的博弈论专家编写程序，让这些程序两两配对，进行数百轮的囚徒困境对局。有些程序被设计得极具攻击性，一有机会就无情地背叛对方以榨取利润；有些程序则过于老好人，遭遇背叛也依然选择合作。最终斩获总分第一名的是 Anatol Rapoport 提交的一个极其简短的程序。这个程序的策略叫做一报还一报 Tit for Tat。 这个策略的规则只有2步：第一，在第一次相遇时永远选择善意合作；第二，从第2轮开始完全复制对手上一轮的动作。对手上一轮合作，这一轮我就合作；对手上一轮背叛，这一轮我绝不手软，立刻以背叛还击。这套简单的行动逻辑之所以能在极其险恶的竞争环境中脱颖而出，是因为它完美融合了4种长线控局的特质。首先，它是善良的，
绝不主动挑起战争。其次，他是可激怒的，面对任何一次试探性的价格战或违约，他会瞬间施加同等分量的惩罚，彻底打消对手得寸进尺的念头。第三，他是宽容的，只要对手停止恶意行为，恢复合作，他立刻不计前嫌，重新回到共赢轨道。最后，他是简单透明的，竞争对手不需要复杂的猜忌，交手2-3个回合就能彻底看清他的底线。在家电连锁的长期价格战，或者汽车制造商与零件供应商的常年博弈中，那些活得最久、盈利最稳健的企业几乎都在践行这种策略。他们对任何恶意破坏行业利润的行为迅速反击，同时又对恢复正常秩序的同行敞开合作大门。一报还一报向市场清晰地展示了长线商业竞争的终局途径。想要获取长期的丰厚利润，依靠的绝对不是消灭所有对手，而是在一个充满短期诱惑的环境里，通过极其清晰的边界和确定性的报复手段，强行锚定出一个合作与共赢的均衡点。策略思维，商界、政界及日常生活中的策略竞争是一本关于如何在复杂互动中做选择的实战指南。它跳出了枯燥的理论，用许多活生生的商业竞争和历史事件案例，揭示了人与人、企业与企业之间互动的真实规律。无论是通过向后推理来看透局势，还是通过不可撤销的承诺来打破僵局，亦或是在长线的重复博弈中坚持一报还一报的原则，核心都在于每一次成功的决策都不只是对自己资源的优化，更是对他人预期的精准管理。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真正的赢家往往是那些能跳出单线思维，把对手的反应也纳入自身计算的策略思考者。这里是文澜小屋，我们不追求快速致富的奇迹，只希望与您一起阅读好书，慢慢变富。如果本期内容对你有所启发，欢迎帮忙点赞转发，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您的举手之劳都是在为更有价值的知识投票。也相信您聆听本期视频的时间付出，会在未来化作认知上的复利，为您带来最稳健的回报。感谢您看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